朋友们，大家好。从昨天开始，我们这里的天气就突然变了。昨天降温，然后今天又比昨天更凉一点。跟前天相比，我们这里的气温大概降了10度左右。白天现在呢只有15、16度，晚上呢可能只有10度左右，应该是今年最冷的时候了。是这样啊，我们这里呢，这个西伯利亚的北风也能吹到这里，所以每来一次那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冷几度，一直到1月份、2月份，我们这里是最冷的吧。今天呢，我们说一个话题啊，就是德国总统日前，也就是前天，到中东的卡塔尔，去那里干嘛？告诉大家吧。德国人呢，说的好听一些呢，就是比较热心；说的不好听一些呢，就是爱管闲事，把自己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很重要。这个德国总统不是总理啊，德国总统叫施泰因迈尔，他坐专机到卡塔尔去斡旋中东事务。因为呢，现在以色列还有哈马斯的事情，咱们也知道怎么回事，对吧？哈马斯那边抓了一些人质，释放了一些，但是呢，还有一些在哈马斯手里，所以呢，德国觉得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呢，就纷纷呢飞到中东去了。开始的时候是德国那个360度外长飞到中东，没有什么结果，人家中东人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对不对？然后呢，德国总统现在呢也飞到中东去，然后呢在机场呢发生了这样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据德国媒体说啊，专机提前一会儿到达了，可是呢，德国总统在那里尴尬的等了30分钟，没有人接，红地毯也铺出来了。德方的驻当地的外交使团的负责人也到机场亲自迎接，但是呢，那个东道主不到场。他嘎等30分钟啊，然后呢，他就站在那里，在飞机上面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我看了咱们中文的媒体呢，有动态的画面。可是德国媒体我搜了，老是找不到他在飞机就是度日如年或是度分钟如小时的那种画面，我找不到。反正呢，可能当时比较尴尬，他应该很生气了。当然呢，德国媒体呢没有大肆报道，我只是看见德国的那个《明镜周刊》报道了这个尴尬的事情，其他媒体好像没有。所以很多德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或是我是德国公民，我们德国的总统呢，到那个地方去，受到了这样的冷遇。我不认为啊是意外，应该是东道主故意的。那我就来说说为什么东道主会这样呢？毕竟嘛，德国还是从经济实力来说世界第4的所谓的强国，对不对？但是德国总统亲自出马到你这个卡塔尔去，为什么会冷场？没有东道主的人去机场迎接呢？故意为之，肯定是因为啊，第一，我认为与德国一开始啊，就是10月7号那天发生了所谓哈马斯屠杀以色列人那些事件有很大关系，对不对？当天德国不管是哪个政客还是媒体呢，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色列这边，而且说特别支持以色列怎么样，反正呢把话说得很死。你想想看，作为你想斡旋的人，我想是中立立场的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对不对？如果你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色列这边，因为我们知道啊，过去几十年来，以色列到底对巴勒斯坦干了什么？不用我多说，对不对？那你德国难道看不见吗？过去时不时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关于以色列怎么样在约翰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非法建造他们的居民区等等。反正呢，我在德国看过很多这样的消息，所以作为普通人啊，我就对以色列可能过去几十年他所作所为有一些可能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德国媒体或者是德国政客
就是不管前面几十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人家哈马斯可能作为报复的手段干了一些另外的事情，然后呢，全德国就群起而攻之，把什么哈马斯啊，说成是恐怖组织啊，怎么样，然后呢，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色列这边，把话讲死了，那你要开展所谓的斡旋工作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阿拉伯国家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这次呢，应该是他们内心比较团结的。虽然，比如说卡塔尔说他们保持中立啊，在这件事情上，在斡旋这件事情上，但是他们内心是不是中立，我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这次呢，你的专机提前几分钟到达，我相信他们就是卡塔尔和德国的有关人员，肯定他们时就每时每刻都保持联系，对不对？比如说我通知你，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然后呢，你们的人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人，肯定是有预演过，不会没有一点准备，对不对？他们就是卡塔尔，肯定知道德国总统的专机提前到达。如果是真的东道主那边特别重视这个德国总统的话，绝对会提前就到达那里，准备迎接他。迟几分钟，晚几分钟，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为什么让来访的客人啊等待30分钟呢？绝对是故意冷落，对不对？因为卡塔尔也知道这个德国总统对那个加沙是什么态度，对哈马斯什么态度，对巴勒斯坦是什么态度，然后呢，对以色列又是什么态度，对不对？他们本来作为阿拉伯人就心里特别不爽，所以呢，故意给你吃闭门宴，就是故意让你难看，在全世界面前丢你的脸。我认为是这样子。如果我是德国总统啊，我立马专机早就回去了，根本就不下飞机了，让我尴尬等30分钟，本来就是恨恨的打脸，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让你的脸丢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啊，德国总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记得好像在社交媒体上面啊，有人问那个德国360度外长，他不是前段时间也飞去了中东吗？就问了他，在推特上，你们德国是主权国家吗？你们德国为什么还有美国驻军呢？你这样有美国驻军的一个傀儡来我们中东干嘛？你能达到什么效果？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德国外长有没有看见有这样的评论或者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有，我估计呢，他也不会做出回应。卡塔尔肯定要跟哈马斯或者是跟巴勒斯坦的领导人肯定事先都说好该说什么话，该怎么接待德国总统的到访，对吧？哈马斯对德国这总统什么态度，卡塔尔对德国总统又是什么态度，他们双方都说好，就是说我就故意不到现场去接待你，看你怎么办。我看了啊，就是这个德国总统，他这次只参观了10月7号所谓被哈马斯屠杀那个现场，但是呢，没有去加沙地带去看一看。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以来，除了这几天停火之外，前段时间呢，以色列怎么样轰炸加沙地带的，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德国总统，既然你想斡旋的话，既然你觉得你是中立的话，为什么你只参观了10月7号被所谓屠杀的以色列这边，而没有去参观被以色列轰炸的加沙地带呢？这本身呢，你的立场就不中立，对不对？加上原来把话已经说死了，所以本次我不认为呢能达到什么效果。另外我补充一点啊，这次埃隆·马斯克不是呢也在以色列访问吗？对不对？巴勒斯坦那边就很明确，或者全世界的大部分的网民啊都非常的明确要求埃隆·马斯克，你能不能到加沙去看看？因为马斯克也是只到以色列这边去看，也就是说10月7号呢被哈马斯屠杀的那个现场，他也跟以色列的总理会谈过，然后呢，乙方把乙方自己制作的所谓屠杀现场的44分钟的纪录片交给了埃隆·马斯克。如果是光听一面之词，本身真的做不到中立。
既然你马斯克也想斡旋的话，如果我是马斯克，我看了以色列这边，那我绝对会去加沙那边去看看，而且不用以色列的人陪我，我要只身到那边去看，而且你以色列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眼见为实啊，对吧？所以如果马斯克这次呢不去加沙去看，我会感到特别失望。我觉得这个人的诚信有问题，他说的话不值得相信。目前看来啊，就是双方释放的人质，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办，但是我对这一切不是很乐观。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呢，以色列那边官方还说会继续要消灭哈马斯，也就呢会继续轰炸下去。第二件事情，哈马斯这边呢有一个人在以色列那边开枪了，打死了3个人。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呢导致我不是特别的乐观。说到以色列，说到加沙，我想起了最近呢德国媒体报道基辛格去世的时候，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可惜呢基辛格在弥留之际，他获得了消息，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着威胁，然后呢犹太人他们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所以他这样死去可能不瞑目，就是德语媒体就是这意思啊。但是德语媒体呢没有想到加沙那边的人，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对吧？你以色列好歹已经建国70多年了，而巴勒斯坦呢？昨天我看到德语媒体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呢还是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好受啊。因为他觉得说这样的话可能是告慰这个基辛格在天之灵吧。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德国媒体他们是蔑视巴勒斯坦或者是蔑视加沙地带人民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另外一点我想补充啊，在德国真正掌握国家实权的是德国总理，也就是肖尔茨。德国总统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他没有任何实权。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德国媒体是如何报道德国总统在卡塔尔被冷落30分钟，然后德国的读者是怎么看的呢？施泰因迈尔不同寻常的抵达卡塔尔，联邦总统必须在飞机上等待。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希望与卡塔尔就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问题进行谈判，可是抵达多哈后出现了状况。这可能不是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抵达卡塔尔时所想象的。周3早上，他等了半个小时才走下飞机。空客 A350 飞机前的红地毯已经铺好，仪仗队也已抵达，德国大使也在现场迎接来宾。最后，东道国的代表外交国务大臣苏丹·穆拉日也到场了。吃闭门羹原因还不得而知。在此之前，施泰因迈尔有时双手抱臂站在飞机门口，这种不寻常的等待最初原因不明。飞机降落的时间略早于官方计划，联邦总统随后准时启程前往会见埃米尔。因为他的名字很长，所以就不翻译了。我们接着往下。施泰因迈尔希望与埃米尔会谈的主要内容是释放在加沙地带被伊斯兰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卡塔尔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解作用。朋友们，明镜周刊的报道就到这里。另外，据后续消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随后与卡塔尔统治者埃米尔共用了90分钟的午餐。德国总统表示，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听到释放人质的好消息。施泰因迈尔还进一步强调，现在提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为时过早，只有当所有人质都被释放，并且哈马斯恐怖分子不再对以色列构成致命威胁时，双方之间的政治谈判才能开始。这其中需要大量人力和智慧。他的印象是，卡塔尔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对于加沙地带的状况，施泰因迈尔却只字未提。虽然施泰因迈尔认为卡塔尔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卡塔尔方面显然没这个意思。会晤结束后，卡塔尔埃米尔拒绝与施泰因迈尔一起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也拒绝对德国总统的声明发表任何看法。
所以这一切看起来，除了飞一趟卡塔尔，往大气中排放了不必要的二氧化碳，以及白白花了德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外，没有任何积极成果。他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说的难听点，你连实权都没有，加上德国的尴尬的准殖民地地位，还有德国本身坚决站在以色列这边，他去跟卡塔尔人谈个屁呀！你们说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德国民进周刊推特账号上关于此报道的网友评论。很遗憾，民进周刊本身已经取消了评论功能。第一条评论：现在他突然想和那些大佬们扯上一点关系，这个自称为政府的狂欢俱乐部太可笑了，谁还把这个政府当回事啊？下一条评论：骆驼队在走过跑道吗？下一条评论：卡塔尔做得很出色，他们才不需要这个没有才能的德国来的花架子迎宾员呢。下一条评论：真是莫名其妙，他想和卡塔尔人谈什么？德国是反对停火的，就别去卡塔尔添乱了。下一条评论：是的，没错，就像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交易，导致克里米亚被征服，太棒了。下一条评论：错误的人在错误的地方，是以色列、美国、卡塔尔、埃及和哈马斯进行谈判，他们绝对不需要德国来帮什么忙。下一条评论：卡塔尔的行为是多么正确，他在调解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人质获释，延长停火。下一条评论：他激动的都失禁了。下一条评论：谁想接待这个失败者？换了我也不会给他奏德国国歌。下一条评论： Bad and the ugly。 基辛格刚刚去世，这位德国总统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朋友。下一条评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国外竟然要忍受如此不尊重，全力声援施泰因迈尔先生。下一条评论：世界不再需要基于价值观的西方，他们也不会让西方价值观到处捣乱。下一条评论：这些德国局外人总想加入进来，老兄，还是待在家里管好你自己的事吧。下一条评论：朋友们，翻译下一条评论前，我想说一点背景知识。德国政府的财政预算目前缺口非常大，有600亿欧元被德国最高法院判定为违法，不准挪用。一下子，德国政府举步艰难，焦头烂额。于是，这位网友写下了如下评论：嘿，你们卡塔人能不能别再谈停火了？德国需要战争来发展国防工业，我们的预算有漏洞，你们知道吗？下一条评论：他是否与以色列政府谈过释放巴勒斯坦人质的问题？下一条评论：事实很清楚，以色列人死了多少？区区几百名平民。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多少平民？16000人，包括8000多名儿童。于是呢，这个非常呕吐的表情。下一条评论：9名新生儿，不给他们食物，把他们遗弃在那里，直到他们被饿死。这位网友引述的是这位貌似美国人的消息来源，翻译成中文的大意是：野蛮发现婴儿在病床上腐烂，以色列军队强迫家属和医生撤离阿尔纳瑟儿童医院，并让他们留下婴儿。这些婴儿被发现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腐烂，独自忍受痛苦并死去。下一条评论：各位朋友，这幅画要表达什么，大家自行理解，意思我想大家肯定都懂。在推特上，我还发现了德国国家媒体德国国家电视1台一位随访的御用记者记录的瞬间，以及网友们的评论，有些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这位记者说，多哈机场极不寻常，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不得不等待，等了10分钟了，飞机非常准时，停机坪上很多人皱眉头。
从视频看，德国总统抱着双臂，表情很落寞，可能他心里有1万匹草泥马在奔腾吧。他的秘书呢，估计走上走下去看看卡塔尔方面的主人有没有来。下面这张图的说明是已经等了20分钟了，场面越发尴尬。这张图的说明是车早就到位了。然后这张图说明是到达皇宫，背景声音有些人在谈话，估计是几个随团的人在闲谈。然后是网友们的评论，我们看这个评论啊。首先，联邦总统到那里干嘛？下一位评论，象征着德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下一条评论，在一些国家，德国政治人物可能会受到故意的侮辱，尽管他们通常会带了很多钱，就像外国公司和移民的许可证一样。为什么有些政府如此不文明及粗鲁呢？下一条评论，更正，是等了30分钟。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对德国不感兴趣，更喜欢捉弄小丑。下一条评论，德国是全世界的笑柄。下一条评论，各国都不是这样展示实力的吗？也许这表明了他们对德国的尊重程度有多少。下一条评论，一目了然，德国成了笑柄。德国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朋友，但却到处被人利用，因为他最终为一切买单，而自己的人们却被榨干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德国人的失落、无奈和压抑，谁懂啊？好，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